90年代，为了让我弟上大学，丈夫心丧1个月，我爸妈就逼我嫁给了村里那个养猪的。本以为从此就得与那扫不完的猪粪为伍，还会因为寡妇再嫁的身份被嫌弃，没想到却不知不觉成了全村女人羡慕的对象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康平啊，是我和你爸不好，是我和你爸对不住你，挣不来钱，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，都没办法供你，是我们不好啊。我妈边抹着泪边念叨，我爸坐在一旁闷头抽旱烟。我弟傅康平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道：爸妈，你们别这样，你们把我供到上高中。儿啊，妈知道你心里肯定是想上学的，你快求求你姐，给你姐磕头，要你姐帮你这一回。我妈急急地打断傅康平的话，我心里的那点不忍就那样烟消云散。康富平考上了大学，成了咱们这山窝窝里的金凤凰。可惜这几年为了供他上学，家里穷的锅都快揭不开，亲戚邻居能借的全都借了个遍。头2日已经把能跑的地儿都跑了个遍，这一回真的是砸锅卖铁都凑不上这个学费了，所以这是将心思又动到了我的头上。我静静地等着我弟的反应，他似是愣了片刻，猛然地从小矮凳上站了起来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个事儿跟姐有什么关系？我妈拼命给他使眼色，见我弟不为所动，我妈干脆哭上了。佳佳，你就帮你弟一把吧，他上了大学，以后发达了，难道还能忘记你的恩情？佳佳，那庞家虽然人年纪大点儿，可他也不嫌你寡妇心丧啊，何况养猪的，家里多的是肉吃。我戏都懒得再听他们唱，揉了揉额角，想要起身离去，哪知我弟却是红了眼，冲我妈吼道：妈，你说什么话？姐才归家，你别逼他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不读了，我过几天就跟人去城里打工，想要读书，以后自己挣钱了再读。我的身形一顿，又坐了回去。我妈哭道：我有什么办法？她一个死了丈夫的，长期住在娘家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好容易有户人家不嫌她，给的彩礼还高，你上学又正好。妈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我不会让我姐嫁的，我要自己挣钱，我的事你们不用管了。我弟猩红着眼，冲我妈吼了几句，我心里暖了暖。我弟又转身对我说：姐，你别听爸妈的，快去休息吧，天晚了。我点头，一声不吭地出了屋。几分钟后，我弟追了出来：姐，妈的话你别放心上，他就是脑子糊涂，其实心里还是心疼你的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弟忐忑地看着我，小心翼翼地为我妈说好话。我淡淡地点了点头，回了自己房间。我爸早些年做工时伤了腿，找人借了一笔高利贷，去了医院，后来这些年一直拖着没还，利滚利，滚成好几千。3月前，借钱的人带着一帮混子上了我家的门，扬言都这么些年了，再不还钱就别怪他们不客气。那一晚，我妈哭了一晚，我爸唉声叹气了一晚。次日，他们俩就将我定给了隔壁村的万元户周家的大儿，那个病了许多年，一只脚踏进了棺材的男人，让我去冲洗。对，就是冲洗。他们得了2000块的彩礼，填了那窟窿。还好周家人做事不够绝，承诺傅家若是冲洗没冲好，不怪我，也不要我们傅家还彩礼。匆匆忙忙嫁进周家，伺候了那个病秧子男人2个月。某个夜晚，他一命呜呼，我成了个寡妇，办了丧礼。周家人觉得愧对我，
还大概是听人说什么寡嫂和小叔子的风流韵事，被吓着了，怕我霍霍了他家小儿子，给了我500块钱，让我回了娘家。如今在娘家将住1个月，我妈就又想着要将我嫁了，对象是村里的养猪佬庞建业，出生就克死了他妈，13岁时他爸也死了，家里就他一个人，直接去投了军。村里人都说他是天煞孤星，当了几年兵后，他回村办了个养猪场，赚不赚钱不知道，只知道每日里脏兮兮的，浑身都是味儿，且大概是在部队待了几年的原因，身上有股子汗劲儿，看着就让人害怕。村里的姑娘见着他躲道走，可他说他能给5000块彩礼，这些钱够我弟上完大学。我叹了口气，又翻了个身。次日一早，我换了身新衣，描了眉，出门时遇上我弟，他关心地问我昨晚上睡得好不好。我没应他，在看到朝着我就甩脸子的我妈时，我顿了顿，最后懒洋洋地喊了一声妈，我见那庞家的一面。我妈愣了半晌，随即喜笑颜开，连声应道：哎，好，我马上去跟媒婆说。哎呀，佳佳，早就该想通了才是嘛。我弟一脸惊异之色地抓着我的手道：姐，你胡说什么？都跟你说，你不要嫁，我不读了。我妈瞪我弟：你才胡说，赶紧一边去。佳佳，妈锅里煮了个鸡蛋，你快去吃了。我唇角挑了挑，一眼走进了厨房。鸡蛋肯这是有的，怕不是我的，不过现在是我的了。我弟跟了进来：姐，你别听妈的，我打断他的话，跟你没关系，我就觉得自己是该找个人嫁了。姐，行了，我的事你别管。庞建业20有5了，大抵也是急着结婚。媒婆传话，2天就来上门相看，我倒没有什么意外，毕竟从我做决定开始，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庞建业很高，我看他时几乎要仰视。是以，我悄悄地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这才朝他点头微笑。庞建业面无表情地扫了我一眼，在媒婆拼命地试一下，这才挤出一个十分别扭僵硬的笑容来。最热情的就属我妈，一会儿端蜜水，一会儿拿吃的，还不停地给我们找话题。庞建业一直神色淡淡的，我也做不到阿谀奉承，是以倒是一时间冷了场。最后还是媒婆笑着道：佳佳，要不你带建业出去转转？我微笑点头，庞建业也没拒绝。我带着他往村后的小路上走，总比去村子里让人围观的强。他不说话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气氛很是尴尬。我揉了揉鼻子，寻思着这样一直沉默也不是个法子，于是主动开口：媒婆应该有与你说吧？我是个寡妇，你不介意吗？村子里还有好多人说我命硬，说我前头那个男人本来还有口气吊着的，结果我一嫁过去就将人克死了。我详细的解释，如今说清，总比以后听了风言风语来质问的好。我介意就不会站在这里，想来你再命的硬，也不会比天煞孤星硬。这样说来，也要你不怕我才是。庞建业脸上神色莫变，倒让我有几分意外。3人成虎，说的人多了，不信的都会信上几分。这男人倒是够冷静。我的情况想必你也听说过，我不重述了。我想重点说一声的是，我很忙，嫁过来后，家里的事肯定是不用指望我的，大概会大部分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。除了种地，家里的全是些琐事，这我倒是不惧。我抿了抿唇，开门见山地问：若是要我顾家，这不是问题，不过我若顾了家，就没办法出去工作了。庞建业很上道地回：我每个月会给你生活费，另外还有你自己的零花钱。
我眼底金光一闪，还有这等好事？那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庞建业蹙了蹙眉，好半晌才迟疑地道：顾好家，给我做饭。对了，以后得给我生孩子。没了，没了。我心里有些慌，这些不是现在女人结婚的标配吗？这人这么郑重的提，是不是心里藏了什么鬼呀？没了。庞建业很肯定的点头。我长舒一口气，不会每天有扫不完的猪粪，也不用每天帮他喂猪，这简直是再好不过的买卖。哦，不是亲事，我对你没什么意见。若是你没问题，我就没问题了。这话有点绕口，但我觉得我大概应该表达清楚了吧？果然，庞建业点了点头。眼见着小路都走到了尽头，我们又往回走。昨才刚下过雨，平整地面的路还好，有那低洼积水的地方，泥巴沾得满鞋都是，一不小心还很滑。我一个不留神，差点摔了个狗啃屎。庞建业反应极快，一把就拽住了我的胳膊，将我提了起来。我怎么感觉跟老鹰拎小鸡仔似的？你没事吧？昨下过雨，路滑，注意安全。男人一本正经地问我，原本计划好角度，想要扑进人怀里来个投怀送抱的我，一言难尽。本来听信于传言的我，对于庞建业是无感的，毕竟谁都不愿意以后面对一个大概率喜欢打老婆的男人，还一穷二白的家里连个帮衬的人都没有。不过见了他的人，观他行为，倒是与传言大相庭径，再加上他家的条件，还有我弟还得读书这事儿，怎么看他也是我如此最好的选择。但他不像是村里那些看着个漂亮女人就走不动道的男人。我寻思着删不来就我便去就删的想法，哪知罢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随缘吧。回程的路上，我的万般旖旎的心思都被那一拎给打散了，闷着头走路。我不寻话题，庞建业更是一句话也不说了。我琢磨着这事儿怕是不成。这男人虽然嘴上说得好，可行动上却明显地表明了不乐意。见此，我的心思就更淡了。菜再好，不是自家桌上的也不香。媒婆和庞建业走后，我妈就一个劲儿地问我如何，人家有没有看上你。我手一摊，我怎么知道？大概率是黄了。我妈嘴角抽动数秒，这才恨恨地喃了一句，真是个没用的。我也不愿理会。姐，你真不用为我做到这个地步的，是我愧对你了。我弟郑重地给我鞠了一躬，终归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弟弟。我摆了摆手，我可不是为了你。行了，你别跟个女人似的磨磨唧唧的。3日后，媒婆传来好消息，庞建业相中了我，同意结婚。我妈乐得快要找不着北了，毕竟这可是5000的彩礼呀。我嘲讽地想，他们这个闺女养的倒是划算，卖头回卖2回，都快要靠着卖闺女成了万元户了。呵，眼看着我弟就要开学了，我妈直接大手一挥，想让我3日就将我送去庞建业家。佳，你毕竟是2婚了，而且前头那个男人又刚死没多久，咱们这酒就不办了，不然说出去也不好听啊。我妈说的苦口婆心，我撩了撩眼皮，那你这么急着让我嫁出去，就不怕不好听了？我妈被我噎得脸色铁青，我爸一如既往的在一旁和稀泥。好了，都少说几句。我看都没看他们一眼，转身回了房。虽然从小就知道他们待我不怎么样，可这会儿见他们这副嘴脸，还是会觉得心寒。心里唯一觉得有点安慰的是，不管如何，我弟倒也还算是个明白人。可生活很快给了我一巴掌。2日一大早起来就没见着其他人，我自己做了饭，吃完将我那少得可怜的东西都一一的归拢了。中午时，
我妈带着我弟回来了，大包小包的，身上的衣裳都是全新的，看着质量和款式都不错。我弟看见我，眼神闪躲，我皱了皱眉：“你们去买衣服了？”我妈兴高采烈地道：“你弟这不是要去上学了吗？总得有几身新衣裳，不然去了大学不得被人瞧不起。”我弟拉了拉我妈的衣袖，涨红了脸：“妈，你别说了。”说罢，又带了几丝讨好的将其中一个袋子递给我：“姐，这是给你的。”我面色平静地接过，将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看，也是一套衣服，红色的，倒也算是应景。就是我2根手指捻起其中一件，在空气中晃了晃：“给我的。”“是啊，你弟说你明天就结婚，肯定得买件像样的衣服的，千挑万挑的才挑中了这件，不错吧？赶紧去试试。夏天的衣服轻薄，就算是买一件质量好的，花的钱相对于彩礼来说也是9牛1毛。可这件给我结婚穿的衣服，质量一看就差，就跟2块破坏缝合起来似的。再看看他们身上的衣服，明显不是一个档次。我的好心情一下子就没了。天，我妈还一个劲儿地催我去试，并且不停地说我弟的好话：“你看看你弟待你多好啊，要你多帮衬点你弟。你还不信？以后你弟发达了，还能忘了你？要知道，一个女人不管嫁给什么样的男人，都得娘家能立得住。”我侧头去看我弟，他的神情里满是认同。再看看他身上穿着的好衣服，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，他前些日子让我心软的话，与现在的行径的对比，我闭了闭眼，心中一片清明。姐，你也别不耐烦。妈，这也是为了你好。姐，你放心，等我大学毕业工作后，肯定会对你好的，会报答你的。我看着他的笑，一次觉得他笑得挺假的。我将手中的衣服一扔，向我妈伸手：“彩礼钱呢？”我妈立马跳了起来：“你要干嘛？彩礼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是都说好了吗？这事儿成了，彩礼就给你弟当学费的。怎么，你这会儿又要反悔？”我妈一脸警惕地看着我，我弟护着她向后退了数步。我脸上浮起冷笑：“我什么时候说彩礼钱给他当学费了？哪一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？我从头到尾说过这话吗？怎么，你们把我卖了1次，又想卖2次，想要我嫁，那就把彩礼钱都拿出来。”我妈将手中的东西往桌上一扔，抄起一旁的烧火棍就要往我身上招呼。我快速地躲到了我弟身后，一边防着被我妈打到，一边还得防着我弟突然袭击。妈，你们这是不仅要卖女儿，还想逼着我出嫁呀？各种难听的话不停地从我妈嘴中冒出来。这些话上一回逼我嫁人时我已经听够了，此时也完全不在乎。妈，我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告诉你，若是彩礼钱不给我，那我就不嫁，让我滚出去。好，那我就去死给你们看，到时我一死，村里的人议论再多都跟我没关系，倒是你们，我看你们还要不要脸。被我妈追了半晌，她累了，我也累了，我一屁股坐在门口，瞧着有人过路，正要嚎起嗓子，就听我弟一本正经地开口：“姐，你就别气妈了，你看看你把妈气成什么样了。爸妈年纪都大了，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”我蓦地抬头去看他，似乎一次认识他。他继续道：“姐，这彩礼向来都是男方给娘家的，哪里有出嫁女自己要的道理？”我冷声道：“呵，这会儿你不装了？”我弟急声道：“我哪里就装了？姐，我也是为你好，像妈说的，你帮了我这一回，我能记一辈子。以后我有好日子了，还能少得了你的？你别看如今你嫁的这个养猪的能拿出这么些彩礼，可说到底，他只是个养猪的，
年纪还不小了，家里又没人帮衬，这往后的日子难着呢。你不靠我，靠谁去？我被气笑。你知道我难，你还好意思将彩礼钱拿走？我真是眼瞎，以前还以为你是个好的。我弟的脸色也沉了沉。姐，你这样说话就伤感情了。我也没拿你彩礼钱，我的钱都是爸妈给的。果真是考上了大学的文化人啊！我爸这会儿回来了，一见这么闹腾，问也不问，张口就来。佳佳，你闹什么呢？这不是早就说好的吗？彩礼钱拿到了，给你弟当学费，你这会儿还闹什么？大不了当你弟借你的，以后还你就是了。若说一回，我还能心软地理解我的父母，拼命地告诉自己他们是有苦衷的。我是家里的一员，该帮忙分担。这一回，我是彻底的被寒了心。爸妈，没得你们这样偏心的，我也是你们的孩子，为什么要卖我给他读书？你们有没有为我着想过一回？就凭他是个带把的，是咱们傅家的继承人。我爸这话掷地有声，我笑了，真当傅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呢？这边我妈又嗷的一声扑了上来，我打死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死丫头，就没见过你这么没良心的。帮你弟弟怎么了？真是个白眼狼，那我困难的时候也不见你们帮我呀。当初我嫁去周家时，面对个病秧子时的无助，谁可怜我一分了？当我日夜对着那个快死的男人时，天天都活在一觉睡醒就摸到一具冰凉的尸体的恐惧中时，谁拉我一把了？你还知道跟你妈来劲儿了是吧？我打死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康平，给我拽着这个没良心的！我爸拿了屋角的扁担就要来打我，我弟也朝我走来，我想也没想，冲进厨房拿了把刀就冲到了院子里，猩红着眼望着院内的几人。来呀，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拳头厉害还是我的刀厉害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。三个人都停住了脚步，我粗喘气，嘶声道：彩礼你们给还是不给？不给我就不嫁了，你们自己去退婚退彩礼。我妈的气势弱了下来，你这丫头，这是发什么疯呢？赶紧把刀放下，一会儿人看见了要笑话咱家了，真是笑话。刚才欺负我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们怕被人笑话？我爸倒是抡着扁担又上前了几步，一副想要趁我不备偷袭的样子。我拿着刀指着他那个方向，别过来。是，我知道我打不过你们两个大男人，不过实在不行，我就割了脖子死了算了。我看看你们那5000块的彩礼还留不留得住？我爸的脚步顿住，我知道5000块的彩礼钱我肯定是没办法全部要回来的，给我3000块，我立马就走，自己去庞家，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。我的手都在抖，可是完全不敢露出一点惬意。我爸妈和傅康平对视一眼，最后傅康平恨声道：2000块，行就给你，不行的话，我倒要看看是爸的扁担长还是你的刀快。而且姐姐啊，你都在找我们要钱了，你说你想不想死呢？我心头一跳，紧了紧手中的刀，厉声道：我是不想死，可也要你们让我活呀。前一回让我嫁进周家，守着个一只脚踏进棺材的人过日子，如今我前头的男人死了才1个月，你们就又想卖我一回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我也想通了，大不了死了一了百了。末了，我又道2500，没得商量，现在就给我。他们三人再次对视片刻，最终我爸点了头：你把刀放下，钱给你。我摇头：不，现在就把钱拿过来。僵持片刻，院门口已经有人在探头探脑地看了。傅康平走过去，僵笑着一把将门关紧了，完了，才转身过来对我说：妈，
给他吧，为了这点钱要死要活的。我冷笑，你有种不要拿这个钱去买新衣去学呀。傅康平脸色铁青，没再说什么。我妈很听他的话，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沓钱，数了又数，然后伸手递给我，给你。我不为所动，将钱卷好扔过来。我妈恨恨地看我一眼，最后照做。我矮身摸着钱，将钱放下口袋，心里才踏实了几分。我拿着刀在身前晃了晃，你们谁也别过来。我现在马上收拾东西，自己去庞家。进了房间，将门拴紧，我背靠着门板，跌坐在地上，浑身都是冷汗。我知道，若是我再忍忍，去了庞家，总会好起来的。可是这些吸血鬼真的会让我好起来吗？我苦笑，怕只会是像那吸在腿上的蚂蟥一样。歇了会儿，我起身将自己的那几样东西草草地归拢了一下，拎着那把刀重新打开了门。门外，我爸、我妈和傅康平都抬头望过来。我的目光扫到庞建业时，顿了顿，脑子里空白一片。下一秒，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里的菜刀，又去看庞建业。我妈一个反应过来，尴尬地笑了几声，解释道：“她晚上一个人睡觉怕，习惯房里放把菜刀，这在村子里倒是常有的事，枕头下放菜刀、放剪刀的都有。”道也解释得过去。庞建业轻轻地嗯了一声，大步走向我。我明天有点事，不在家，想着今天提前过来接你过去。我慌慌张张地扔掉了手中的刀，迎着他意味不明的目光，我又条件反射地蹲下去捡那把菜刀，干巴巴地道：“没拿稳。”男人蹲下身，抢在我之前捡起了那把菜刀。我的手落到他的手背上，被那热度烙了下，烧得心慌。下一秒，他伸过另一只手牵起了我的，站起来，礼貌地将菜刀还给我妈。妈，菜刀还你，佳佳我就带走了。好好好。我妈先前的气势一丝也不剩了。我爸和傅康平在庞建业浑身的气势下，也是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庞建业接过我手里的包袱，回头扫了我一眼：“走吧，我带你回家。”我的心似是被什么折了下，酥麻中带着点微疼。好，我跟着他大步离开，头也没回。不管前路如何，总还有盼头。庞家是青砖大瓦房，不过应该是许多年前就建了的，又有些年久失修的，看着并不气派。家里没收拾，将就着住，你看着要怎么拾掇就怎么拾掇。我在家里待的时间不多，我倒也不见外，屋前屋后转了一圈。其实屋子比傅家好太多，而且就我们2个人住，我觉得心情都舒畅不少。晚饭是庞建业做的，红烧肉跟水煮似的，土豆胡乱地切成块了，在锅里煮熟就装了盘。我其实不挑，对肉也没什么执念，但这菜做的还是让我有些食不下咽，胡乱地扒了几口饭。等庞建业吃完，我抢着去洗碗。忙完，我规规矩矩地坐在了庞建业对面，将手中的钱递了过去：“这些给你，剩下的钱我会还你的，是那彩礼钱的一半。”庞建业扫了我一眼，眼神不渝：“你是说彩礼钱？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点头。他眯起了眼，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会儿，这才道：“你是觉得我在玩过家家？”我愣了愣，忙摇头，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：“我就是觉得我家里人要这么多彩礼，太不应该了。”庞建业扯了扯唇角：“我觉得值得，才给。”我再次愣住，他的意思是还不待我多想，庞建业就很认真地对我道：“我与你说过，我要的是一个妻子，可以帮我打理好家，让我专心工作的女人。你若是觉得你做不到，那就将所有的钱
全部还给我。傅佳佳，我不是慈善家，从不随便做善事。我心里松了口气，立马换了浅笑。庞建业哥，所以你会与我好好过日子，是不是？庞建业跟看傻子似的看了我一眼，我笑着起身，我去烧水洗澡。天气燥热，洗完澡我出了一身的汗，回头想要招呼庞建业去洗，结果却发现他已经提了2桶水去院子里，哗啦啦的往身上一倒，就算完事了。我抽了抽嘴角，可一天进门也不好去挑剔别人的生活习惯。院子被庞建业霸着，我不能去，只能躲在屋里，汗流浃背。天生还有蚊子前仆后继地往我身上扑，我烦躁地想要咬人。庞建业就是这时候进来的，他扫了我一眼，边擦头发边道：“怎么还不睡？”我摇了摇手中的蒲扇：“太热了，睡不着。”哦，忘了跟你说了，你跟我来。我一脸莫名地跟上去。庞建业带我进了房间，我扫视一圈，屋子应该就是新房了，倒是收拾得挺整洁，被褥什么的似乎也是换的新的，墙上还贴了大红的喜字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庞建业按了个什么，然后一阵清凉的风扑面而来，我一惊，抬头望去，接着嘴张得老大。风扇。庞建业依然没什么表情。前段时间在县城买了个回来，不过我不常在家，没怎么用，以后热了就自己开。会开吗？我诚实的摇头。这玩意儿在村子里可算得上是金贵东西，乡下人家大多夏天一把蒲扇就解决问题了，没有解决，那就只能硬扛了。风扇这东西听倒是听过，不过没有享受过就是了。以前在周家时倒也有，不过那死鬼男人身子弱，根本用不得这金贵玩意儿，我就跟着只能看着眼馋了。没想到我傅家家有招，一日竟然也能享受到这金贵的东西。庞建业朝我招手：“你过来，我教你开。”我凑过去，他一五一十地教我开电风扇，同时还打开了电视，还是彩色的。我不由对庞建业刮目相看，这还是传说中的只能养猪的穷小子吗？就这条件，远远甩了村里其他人。看了会儿电视，庞建业又要教我怎么使用电视，我不疑有他，乖乖地凑了过去。下一秒，庞建业就一把搂住了我的腰，灼热的呼吸喷洒到我的脸上，粗糙的大手也袭了上来。狗男人还会下套了。我象征性地挣了挣，没挣脱，反而引得这个男人更加用力了。我也顺势倒在了他怀里。月光如水，天气似乎更燥热了，汗流浃背的，连风扇都不管用了。次日清晨，我睁开眼，努力想要爬起来，毕竟新婚，总不能太过不适，却一下就对上了庞建业那双黑黝黝的眼。我吓了一跳，怎么了？他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又看了半晌，看得我心里发毛了，这才开口：“你与周家那个短命鬼没圆房。”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，我白他一眼：“你不是都知道了吗？还问？”庞建业突然嘿嘿一笑，扑过来将我抱进怀里：“媳妇，再睡会儿。”真是狗，嘴上说着不在意，心里其实在意的不行。还有那天装得挺像，搞得我还以为他真的不近女色，结果就是条大尾巴狼。昨晚上尾巴就露了出来，累得我天这才睡去，这会儿又来。我很想一脚将庞建业踹下床，可惜力气不够，最后忍无可忍，朝他敏感的地方踢去，被他一把抓住了脚踝。你这是想谋杀亲夫啊？我扬了扬眉，反正我本就是寡妇，不介意再当一次。庞建业黑了脸，拖着我又是一阵发疯。下床时天已经快黑了，我瞪了他一眼：“
你不是说你很忙吗？要干活吗？男人厚颜无耻地道：“我干了一天的活呀！”我简直不想与他争辩。我饿了，我去做饭。不要，你做的饭难吃。庞建业面无表情扫我一眼。你等着。说实话，我还有点发怵的，思考了许久，是不是教的太过了？可我是真的累，走路都打颤。半小时后，庞建业又回来了，端着饭和菜。我惊得张大了嘴，哪里来的？让隔壁婶子做的。她做的饭还不错，凑合着吃些吧。实在吃不惯，明我带你去县里下馆子，一份炒肉，一份青菜，分量都很大，还有老大一碗饭。我望着那碗饭发愁，怎么了？吃啊！我怕是吃不完，能不能少吃些？庞建业皱着眉看我，半晌才嘀咕道：“真是麻烦。”手却伸过来，将我碗里的饭扒拉了一半到他碗里。这样够吗？我笑眯眯的点头，够了够了。隔壁婶子的手艺确实不错，我吃得心满意足。吃完饭又犯困，庞建业给我掖好被子，再睡会儿，我去忙了。今晚上应该不回来。我都没力气一声，沉沉睡去。结婚5天，我一天被庞建业折腾得起不了床，后面4天人影都没见到。6天，我去河边洗衣，跟我向来不对付的李娟娟看着我笑得前俯后仰的。傅佳佳，怎么样？嫁个养猪的不错吧？听说有肉吃啊，不知道你闻不闻得惯那猪屎味儿啊？哎呀，还听说你那男人结婚2天就不着家，一连4天都没见人影。我怀疑这姑娘有找人专门在庞家盯梢，不然她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不打算搭理她，结果她得寸进尺地将我拦了。傅佳佳，你聋了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我朝她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你起开，我嫁养猪的怎么了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哎呀，还顿顿有肉吃呢。你家有吗？虽然如今肉并不算多稀罕的东西，可顿顿有肉吃也不是随便一户人家都能有的。李娟娟鄙夷地看着我，傅佳佳，你真是越来越没有底线了，为了几块猪肉就将自己卖了。哦，对了，不是你卖自己，是你妈卖你。听说彩礼钱都给你弟上学去了，你心里气不气呀？我其实一点也不气，甚至有点开心。我秒变脸，娟娟，你真是我的知己呀！知道我快要被气死了。我爸我妈他们拿走了彩礼钱，说是要给我弟上学，又说我是2婚，婚礼都不给我办。这假哭，我是越来越上手，大抵是我脸变得太快，吓着了李娟娟。她后退数步，也不跟我呛声了，反而恨恨地骂了声：“你真是个懦夫，自己不争取，这会儿哭有什么用？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我长出一口气，如此甚好。这之后，不管我爸妈怎么圆这个话，说得天花乱坠的，旁人都只会相信他们是为了我弟上学才又将我卖了的。虽然这是事实，我那日与李娟娟吵嘴的事儿如长了翅膀似的，不过半天，全村都知道了。有幸灾乐祸的，也有同情的。毫不意外，有不少人总是在我面前酸，这傅佳佳嫁了个养猪的，往后怕不是得整天扫猪栏，估计身上也会一股子猪粪味儿，太恐怖了。虽然傅佳佳漂亮，但架不住这么糟蹋吧？糟蹋什么？那就是她的命。不过她命怕是真的硬，早前克死了前一个男人，这庞建业不知道受不受得住。我秉持着他们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一概不理。结果2日，庞建业就突然回来了。回来后一声不吭，就将我往怀里搂。我吓了一跳，怎么了？这时我拼命推他。庞建业闷闷地道：“我洗过了，身上没有猪屎味。”我下意识地用鼻子嗅了嗅，是没有。
只有香皂清新的味道。回过神来，我黑了脸，谁嗅你身上的味道了？庞建业低笑出声，没有，是我自己嗅的。就接触的几次来看，他很少笑，这一笑倒吓得我动也不敢动。庞建业抱了半晌，这才将我松开，问：这些日子过得不好是不是？抱歉，我不该将你一个人扔在家里。我拼命摇头，没事啊，我挺好的，是真的挺好的。庞家米面菜肉啥都有，还有个小冰箱，我自己兜里也有几个钱，每日吃好喝好，馋嘴了还能去买点零嘴解解馋。关键是还没人烦我，一个人在家家务活也简单，还没养鸡鸭狗什么的，简直不要太洒脱。若不是村里人天天提醒我，我几乎都要忘了我还有个男人的事儿。庞建业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钱，塞到我手里，这些拿去，想要买什么就买，不要委屈了自己。我两眼放光，接过了钱，一一捋顺了，放进口袋，这才搂着庞建业的脸，吧唧狠狠亲了一口。建业哥，你真好。庞建业脸上涌起可疑的红晕，我装作没看见。我想着下个月我没那么忙了，咱们补办个婚礼。我想说真的不用，又不是一次结婚了。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貌似庞建业还是一次结婚吧。我小鸟依人般偎进他怀里，好，都听你的。庞建业唇角的笑意更深，我这几日出门去了一趟，所以才没回来。我这才恍然间想起来庞家那天，他是说因为要出门，所以提前去接我。我了然的点头，难怪，出去辛苦吧？那你快歇着，我去做饭。说着，我就要起身往厨房去。庞建业一把拉住了我，村里的那些流言，你别听，也别信。我偏头想了好一会儿，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。我笑了，好，你怎么也听说了？回来的时候听人嘴碎说起了，本来想先去厂子里的，不放心，先回来看看你。我忙表态，我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那些人总喜欢乱说的，他们说的我不听不信，过些天就好了。当初嫁去周家时，不也这样吗？我是真不怎么在意的。庞建业抱着我的手紧了紧，没再说话。我伸手拍了拍他，他蓦地垂头亲了我一口，男人灼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脸上，我敏感的头皮发麻，身体酥软。庞建业在我耳畔低笑，想我了是不是？我迟疑了片刻，温软的出声，其实没多想的，但狗男人得哄着，且有个人愿意为你做牛做马，我也乐意接受呀。迎接我的是更猛烈的亲吻。半个月后，某个晚上，我正与一条窜进屋的蛇对峙，被踏着月色进屋的庞建业撞了个正着，他当场黑了脸，准确地拿捏了蛇的7寸，打死后扔了出去。这一晚，他紧搂着我，一直没出声。就在我困得实在撑不住要睡的时候，庞建业道：我们重新建房子。我瞬间惊醒，建什么房子？干嘛建房子？这青砖大瓦房的，住着不好吗？建小楼房。本来我手上的钱是想等日后咱们去城里买房子的，可现在这样，我不放心。我疼得坐了起来。小楼房那是万元户才建得起的，当初周家建那小楼房都欠了债。我瞪他，这房子好好的，建什么房？我可跟你说，如果要欠债，我不干。欠了债我心里不踏实。庞建业轻笑，他起床在屋子的柜子里翻了好一会儿，将手里的存折递给我，以后都给你保管，你看看咱们的存款，建房子还是不用欠债的。我狐疑地看他一眼，觉得他在吹牛。打开存折，我看着后面的好多个零，傻了眼，揉了揉眼。我重新数了一遍，
竟然没错，这是咱们的家底。放心，你男人还养得起你，不会让你跟着我受苦的。咱们先把小楼房建起来，暂时1-2年应该还不用到城里去。等以后孩子要上学时，我估摸着应该也能存够买房的钱了。我张了张嘴，无脑地说了句：“这些给我保管。”对，你不怕我带着钱跑了？庞建业瞪我：“你敢？”凶相毕露。我怂了，我不敢。突然觉得自己为了2000多块钱跟富家人要死要活的，还真就是太浅薄了。我抱着庞建业吧嗒亲了一口。那就建房子吧，没钱就只能苟着，有钱不花，那存着干嘛？他岂不是没有赚钱的动力了？建房子的事儿没费我什么精力，庞建业自己没空，去村里请了相熟的长辈过来，做活的人都是熟人，工资按天算，也不管饭。就是我娘家有点糟心，我爸听了风声，连夜赶到我家，说要帮我监管什么的，被我直接拒绝。他又跑到庞建业面前，庞建业迟疑了一瞬，吓得我直接冲到他面前道：“你要是敢让他管这事儿，咱俩就不过了。”庞建业沉默了。我爸大骂我：“我好心好意帮你忙，你还这么对我？呸！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女婿啊，我可跟你说，我这个女儿就是冷心冷性的。”我冷笑：“你再说，等我再离婚了，我就带富家养老，让你儿子给我养。谁让他拿了我的彩礼钱去上学呢？”我爸闭了嘴，灰溜溜的走了。结果没2天又上门说不管事儿了，想要来帮工，按天算钱给他。我以这事儿我不负责，全部包给了别人为由，再次拒绝，自然是惹得他又是一通痛骂。我也不在意，这些在意早在之前就浪费光了。过年的时候，房子建好了，我和庞建业搬进了新房子。也是这一日，我突然反胃恶心，什么也吃不下去。庞建业吓得赶紧带我去卫生院，一检查怀孕了，乐得他跟个二傻子似的，愣是一路将我背回了家。我笑他：“那我以后是不是都不能出门了？这么点距离也要背我？”他认真地道：“医生说了，你不宜劳累。我本来是想叫辆车的，但是路太差了，也怕颠着你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自言自语地道：“这样看来，我得去买辆车，不然我儿子出生了，一大一小我也背不了。”我白他一眼：“可能是女儿，女儿也一样，我也喜欢。”真的，我摸了摸肚子，我也喜欢。10月怀胎后，我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庞建业花钱请了他族中的婶子过来照顾我，整个人更有干劲了。他说：“得给儿子攒老婆本，以后还得再生个女儿。”我气死，狠狠瞪他：“不生了，疼得我命都快没了。你倒是又计划上让我生了。”他小心翼翼地将我抱进怀里：“好，不生也行，那咱们得攒点养老钱，不然以后老了就儿子一个人忙不过来呀。”我哭笑不得。3年后，傅康平大学毕业，听说找了份不错的工作。工作后，他上门询过我一回：“姐，当年是真的谢谢你为我做的牺牲。当年的事儿是我和爸妈错了，还是我太愚昧？这些年我学了不少东西，也明白了许多道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话说得好听，上学这几年就没明白这道理，怎地？一工作了，得娶老婆了，就明白了，就想起我这个姐了。我根本不听，只冷冷淡淡的送客。傅康平失望而归。半年后，我妈就登门借钱来了，说是傅康平要结婚，对象是个高官的女儿，算是攀上了高枝，找我们借5万。我笑了，5块都没有。我当初就说过，你们拿了那个钱，咱们就没有关系了。如今我是庞家的人，请回吧。我妈和我爸撒泼打滚，
最后我放狗才算是离开。离开前还站在门口骂了好久，什么你这么恶毒，庞家肯定会休了你，什么庞建业越来越有钱，你娘家弟弟都不扶持，以后就看他拿给其他的女人花吧，什么你这么没良心，肯定会天打雷劈，没有好报的。我充耳不闻。儿子跑过来，好奇地问：妈妈，外婆的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外婆不喜欢妈妈，妈妈没人要。儿子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，我要妈妈，我最爱妈妈。我在他脸上亲了一口，内心平静。晚上，庞建业回来时，儿子学蛇一样讲白天的事，叽叽喳喳地讲了，末了还添油加醋地说：妈妈都哭了，眼睛都红了，肯定伤心。爸爸，我有安慰妈妈，告诉她我最爱她，一副邀功的口吻。我目瞪口呆，这个人精。所以，爸爸，我这么乖，是不是应该奖励玩具给我呀？上次去县城，我看中了我老母亲的一颗玻璃心碎了一地。庞建业的脸色很难看，淡淡扫了他一眼。儿子不出声了。饭后，庞建业拉着我的手道：孩子也快要上学了，过完年咱们搬去县里。好啊，佳佳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只对你好。好，过完年我们一家去了县城。傅康平结婚的时候，我没有回去，只象征性的让人给了人情账。此后，我和娘家没有联系过。后来听说傅康平做了官，再后来听说我爸妈闹着要去城里和儿子住，去是去了，没住2个月，灰溜溜的回了家。此后不再提跟儿子养老的事，总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儿子孙子回家。而这些事已经不能让我的心有任何波动了。我有我自己的家，有爱我的家人，一切足矣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